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明朝时候，淮安府有一户姓张的官宦世家，传到家主张员外时，家境已然衰落不少，但祖辈余荫尚存，家中产业还算富足。张员外年轻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娶了临县富户刘家小姐为妻。可张刘氏婚后1年也不曾生育，为此张员外焦急万分，找了很多郎中给夫妻俩都诊治一番，却都说没有问题。无奈下，他甚至找了个老道算命，给他看看命里是否有子。那老道掐指一算，给了他2个建议：第一，若只求子孙满堂，不求功名，那就去多多纳妾，可劲儿的生，保准他能生到不少儿子。至于家中妻妾成群带来的后遗症，那就不好说了。第二，若既想要儿子又要功名，那就回去好好陪着老婆过日子，2年后必有一子降临，之后对其善加培养，想要取得功名也不算难。张员外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第2个建议，回家好好陪老婆。而之所以听信老道所言，那是因为老道算出他有誓言未尽，才有此小节。听了老道的建议，果然在婚后第3年，张刘氏终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有了儿子的张员外欣喜若狂，在儿子成长期间，却忘了按照老道的建议培养，以至于儿子长大后，经历了一桩奇异的怪事，差点断了他老张家的子嗣后代。话说张家祖上虽多有科举出仕者，但到张员外这里，多次进京赶考，却屡试不中。他最终也只得了个举人出身，从此引为憾事。也因此，他便将这遗憾化为期望，最终落在了儿子身上。儿子5岁时，就被他送入私塾念书。与此同时，张员外还特意从乡下旧时家带来一个叫张文进的书童，让其陪伴儿子左右，相互督促一起念书。时光流逝，转眼10年过去了，张家少爷终于不负众望，在年满15岁时考中了秀才。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跟着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书童，竟然也是榜上有名。好在这书童的名次比自家少爷刚好低了1名，这才保住了张家大少爷的颜面。即便如此，张员外的妻子张刘氏在私底下里对书童还是很不待见，总是逢人便念叨着，这小小书童真不会做人，竟然连自家少爷都敢逾越，真不像话。张员外是个开明之人，知道妻子误会书童，解释1、2次后便不再多言。其实他选书童的目的，不仅就是为了促进儿子念书，有人陪伴相互督促，而且也是为了还他未尽的誓言。再说这书童考中秀才，对儿子就是一种变相激励，使其时刻不忘上进之心，免得被书童追上打脸。再说张家少爷，自打考上秀才后，其母张刘氏对他更是宠溺有加。学业上张员外还能够说上话，但其他日常生活琐事，张刘氏都是惯着儿子，想要啥给啥，想做啥做啥。某日，张家少爷与几个同窗好友一起出门游玩，起初大家在酒楼饮酒作诗，直到晚上兴致仍然很高，便有那年长的同伴撺掇，相约众人一起去城中青楼见见世面。这张家少爷还是第一次来这种风月场所，一时间竟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更是对怡红院中一名新来的清官人青睐有加。从此之后，张家少爷便经常过来与之相会，久而久之产生了感情。于是他向父母提出，想要赎回这清官人纳为妾室。张员外初闻此事，自然不肯答应。他还训斥儿子小小年纪学啥不好，非要学那文人风流，赎那青楼女子当小妾。张刘氏倒是不以为意，
觉得儿子这是长大成人了，知道女人的好了。最终在张刘氏和儿子的共同说服下，张员外被逼无奈，主动松了口。他提出自己的要求，人可以先赎回来，但纳妾之事必须等儿子参加今年乡试，考中举人后才行，否则门儿都没有。张少爷闻听此言，倒也不惧，当场便答应下来，转头就去找他的书童，让其监督自己念书，准备半年后的乡试。谁也没想到，张员外给儿子提出的这个要求，在半年后却对他张家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不知不觉间，临考之日将近，张少爷和书童一起出门，踏上了去省城乡试的路途。某日，两人走了行程大半，来到一处繁华之地。这里有一大湖，湖畔周边青楼林立，湖中更是画舫成群。每晚入夜时分，湖畔四周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张家少爷初到此地，见到如此盛景，自然不能错过，便拉着书童要去逛上一逛。连续3日，张少爷在青楼画舫中流连忘返，始终不愿踏上赶考路途。这期间，书童只是喝酒吃屎，不愿同流合污沾花惹草，还多次提醒他节制。可张少爷却每次都说，本少爷知道深浅，懂得分寸，再待一晚便走。好在离乡试还有大半月，去省城的路途也用不了5、6日的时间，耽搁几日无伤大雅。书童便不再多提此事。这一日，张家少爷又带着书童来到位于湖畔最西边一个独门独院的青楼院所游玩。只因他这几日已将这附近有名的青楼画舫逛了个遍，今日猎其心思作祟，选了这么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想要尝鲜一番。两人进到院内，刚坐下没多久，便忽闻一曲琴音传来，声音袅袅，悠扬起伏，竟有余音绕梁之意。张少爷顿时被这优美的琴音吸引住了，他赶忙扭头看向楼上，只见琴音传来处，有一个红衣红裙貌美年轻的女子，正端坐案前拨琴弄弦，纤纤玉手随着旋律不断弹奏飞舞，那婀娜苗条的身段令人遐想，精致的小脸上一颦一笑，更是挑动着在场每个男人的心弦。弹琴女子身前的琴案上，竟然还趴着一只慵懒的大肥猫，头朝楼下眯着眼睛似在打盹。张少爷完全被那弹琴女子的身材样貌吸引住了，他顿时呆愣当场，两眼露出压抑不住的占有欲望，直勾勾盯着楼上看。不知道过了多久，琴音骤停，张少爷却仍然尚未察觉，依旧沉醉在自我幻想的意境中，直到感觉有人在拉扯他，张少爷才清醒过来，看向身旁的书童，埋怨道：“文静，为何拉我？”书童撇了撇嘴，无语道：“少爷，琴音已消，那弹琴的姑娘早已经独自离去了。”张少爷赶忙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也不好意思多做解释，只是摆手作罢。可他心中念念不忘那弹琴女子，找个借口起身，便去向那老鸨子打听情况。原来那弹琴的红衣女子，正是这间青楼的头牌姑娘。若想要成为其入幕之宾，可是需要不少银钱。书童见少爷看向自己，无奈摇头道：“少爷，咱们身上所带银钱，都是为了考试准备，真没有多余的银子拿来玩乐。”张少爷也明白当下境况，犹豫良久后只能作罢。只是经过这么一遭，他再看其他青楼女子，更是无法入眼了，只好喝了一顿闷酒，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哪知道刚出院门，突然从后方传来一个女声，喊住了两人。他二人回头望去，发现是一个红衣妇人，正站在院门口呼喊二人过去。二人不知何事，便走回去看个究竟。张少爷走到近前，却发现这妇人容貌竟与那弹琴姑娘有几分相似，只是年龄上大了些许。红衣妇人似乎不便离园太远，见二人到了近前，也不多言，
只是抬手塞了一张折叠的信纸给张少爷，便转身匆匆回了院内。二人都有些发懵，待那红衣妇人早已不见身影，才反应过来。张少爷摊开手中信纸，看完上面内容后，顿时喜上眉梢，嘴角忍不住翘起老高，按耐住狂喜之意。他快速收起信纸，叫上书童，径直往落脚的客栈赶去。书童不知来人是谁，也不知少爷这是何意，只能紧紧跟随上。半路上他还问了多次，少爷，刚才那妇人你可认识？我怎么没见过啊？还有，你为何如此急切回去？可此时的张少爷正是异常兴奋状态，对书童的问话也不作答，只管往回走。很快二人来到了客栈，回到各自房间。书童回房后，总觉得少爷表现有些蹊跷，所以留了个心眼。半夜时分，终于有了情况。躺在床上正睡不着的书童，突然听到隔壁有敲门声，还有几句女声传来。他立刻警醒，悄悄起身后，靠上房门贴耳倾听，发觉有女人在敲隔壁少爷的房门，而少爷很快开门，将那女人引入房内。不一会儿，隔壁屋内隐隐传来男女欢爱之声。贴耳偷听的书童顿时了然，只当自家少爷这是余祸难耐，不知道招来哪家青楼姑娘卸货了。毕竟类似的事情，这几日他在这间客栈中看到了多次，便也不再理会，自顾自悄悄上床，口中念着清心孤玉诀，很快沉沉睡去。第二日一早，书童起床洗漱完毕，去隔壁敲响少爷的房门。他连续敲了好半天，张少爷才慢吞吞打开房门，一脸无精打采的模样，眯着眼睛看向书童，埋怨道：文静，这么早就敲我房门作甚？书童看向张少爷，一脸无奈道：少爷，不早了，咱们何时启程出发啊？这都待了不少时日了。张世仁低头思考半晌，摇头道：不急，不急，再等几日，少爷还没玩够呢。这2日你自己出去转转，轻易不要来打扰我。书童又劝了几句，见张少爷还是坚持如此，只好作罢。他只好出门转悠，自己闲逛去了。此后连续3日，张少爷白天待在屋内休息，即便腹中饥渴，也是叫人送来饭菜，独自在屋内吃喝，与书童竟然没有打过照面。到了傍晚，他也不再出门，去那湖畔青楼闲逛了，只在屋里静静等待。原来张少爷经过那夜缠绵后，便整日魂牵梦绕，一发不可收拾，每晚都要等他的意中人前来相会。而那意中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红衣弹琴女子。他没想到人人仰慕的头牌姑娘竟然会亲自来找他幽会，而且主动撩拨共赴云雨。这3日里，书童虽然不见张少爷的面，但每晚都会听到隔壁屋内的动静。他看少爷如此不知节制，估计身体很快就要吃不消了，于是打算做些什么。第二天一早，书童去镇上医馆，给张少爷开了2副补气壮阳的方子，打算让张少爷补补身子。买药归来途中，路过一家茶水铺子，忽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道士，似乎在向老板讨水喝。可那茶摊老板怕老道士影响他的生意，正在往外赶人。书童赶忙上前阻止，还买了1碗茶水送给老道士。那老道士也不答谢，直接大口一饮而尽，完了还大声直呼真不过瘾。书童接着又买了2碗茶水，老道士又是大口喝完，这才满意的抬头上下打量书童一番。老道士眼中隐隐闪过一丝金光，悠悠开口道：小娃娃，贫道看你心善，也不白喝你这茶水，说说看，你这几日是否遇到什么怪事了？书童疑惑不解，摇头否认道：没有啊。老道长为何如此疑问？老道士摸了一下胡子，叹息道：小娃娃，你身上有妖怪气息，虽然很淡，可逃不出贫道法眼。
或者说是你身边有人与那妖怪接触，所以让你身上也连带了些许气息。身边之人，难道是？经老道士这么一提，书童立刻醒悟过来，然后提起手中的药，向老道士说起自家少爷的事情。老道士听完后点头道：那就对了，一定是你家少爷被妖怪迷了。走吧，带我去瞧瞧你家少爷。说着，两人便回到客栈。书童上前敲响少爷房门，咚咚咚连续敲门3下，也不见门开。书童有些担心，赶忙大声喊道：少爷，少爷，快开门！等了良久，房门终于打开，张少爷睡眼惺忪走了出来。此时正是中午时分，光线照在他的脸上，肉眼可见的枯黄之色清晰显现，整个人犹如老树枯木，看起来憔悴苍老了许多。书童大惊失色，心道这才几日不见，张少爷就玩成了这副吓人的模样，这也太不知节制了吧。老道士见状也是一脸懵逼，不知是那妖怪心善，还是说这小子耐心，看他面目如此憔悴苍老，竟然还能活着，不由暗叹，真是年轻甚好啊。扭头看向书童道：小娃娃，你家少爷命不久矣。什么？怎么会这样？书童看向老道士，一脸不解问道：少爷这真是遇到妖怪害人了，老道长可有良策，救救我家少爷啊。老道士微微摇头，也不多做解释，开口道：待我布置一番，今晚等那妖怪过来，我定能捉到此妖。说完，他便转身找客栈掌柜说明了情况。掌柜一听店里有妖怪作祟，起初还是不信，因为老道士竟然问他客栈晚上是否有外面陌生女子进入。掌柜听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住店的客人叫来青楼女子上门服务，都是常有的事啊。可待他亲眼看到张少爷那副面孔，不由得他不信了。就算是那青楼窑子里技术最好的头牌，让他来连续熬人3日，也不可能把一年轻小伙子给熬成这副鬼样子。客栈老板被吓到了，他赶紧配合老道士做事，毕竟自己店里出妖怪，不尽快除掉，此人了生意也要受影响。老道士在客栈里转悠一圈，在各处捣鼓了一番，又在张少爷的房间4角贴了符箓，布下法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妖怪自投罗网。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情况竟然发生变化，那妖怪居然没有上门来找张少爷，他竟然失约了。张少爷在屋里等到半夜时分，还等不来意中美人，精神都有些恍惚不定，一副落寞病态的样子，口中还不停地喃喃自语，反复说着他为何不来了，他为何不来见我了，我这是做错什么了吗？书童追问到底等的是谁，可张少爷怎么都听不进去。最后老道长掏出一张醒神符，直接贴在张少爷脑门上，这才清醒过来，说出了真相。书童听完后一脸不可置信，没想到妖怪竟是那青楼的头牌姑娘。许久后，他才看向老道士询问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现在就去那青楼找人呗，说不定那妖怪今日换人了。算算时间，若出门找人，估计现在还没回去，我这就去那青楼布下埋伏阵法。老道士说完，便动身向店外走去。书童扶着张少爷，也赶忙跟上。他们都想看看这头牌姑娘到底是何方妖孽。客栈掌柜准备了一辆马车，3人上车后，直奔湖畔最远处那间偏僻的青楼而去。到了青楼，老道士直接找到管事，说明3人来意。没想到管事听完后，直接哈哈大笑起来。老道士，你在和我说笑吗？我家头牌姑娘怎么可能是个妖怪？红姑娘从来不做上门生意，而且她今晚就在屋内，哪里也没出去。说着就带3人往楼上走去。到了头牌红姑娘的房门前，管事直接敲门喊人。不一会儿，门被打开，
红姑娘走了出来，张少爷和书童赶忙往后退了2步，他们是真怕妖怪抱起伤人。可老道士盯着红姑娘看了半晌，突然摇头道：妖怪不是你，但你和妖怪关系应该十分密切。红姑娘闻言一愣，没想到外面这么多人，还有个老道士全副武装盯着她发问。她面露担忧之色，有些害怕地回道：老道长这是何意？我当然不是妖怪啊。一旁的张少爷听老道士说不是妖怪，便动情地看向红姑娘道：红姑娘，这几晚我们共赴云雨，如漆似胶，你怎可忘了今晚相会？你是这位公子？我不认识你啊。红姑娘看向面目枯黄的张少爷，眉头紧蹙，疑惑不解道。老道士没好气地看向张少爷，轻声呵斥道：别给老道打岔。又转头看向红姑娘，继续问道：红姑娘，你身边亲近之人还有谁？此时在不在青楼内？红姑娘面露疑惑，摇头道：老道长，我一直就是独自一人，身旁也没侍女相伴，这事大家都知道啊。不对，你说谎，我第一次来这里，你身边不是有个红衣妇人吗？你让她给我送信，说你当晚要与我在客栈相会。张少爷似是想起什么，在一旁又是激动喊道：红衣妇人！在场众人除了老道士外，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少爷，我怎么不记得咱俩第一次来有见过穿红衣的妇人？书童皱眉，先是一愣，接着惊呼道：你是说晚上临走前那个给你送信的红衣妇人？此时青楼管事作证道：红姑娘的日常起居一直都是独自一人，就是弹琴表演时，身边也不会安排侍女陪伴，更何况这青楼中，你们到处看看，哪有什么穿红衣的妇人？那这妖怪究竟是谁呢？书童很是不解，问出了在场所有人的疑问。众人都看向了老道士，还得老道长来解释一下。老道士听完几人言语，心中似有所悟，这还是得问问红姑娘，身边若没有亲密之人，那么是否有亲近之物？亲近之物，对了，红姑娘养了一只大肥猫。青楼管事突然想到，连忙开口：难道那是一只猫妖？张少爷和书童也想起来，有一只趴在琴案上的大肥猫。不可能，小花是我捡来的幼猫养大，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狸花猫而已，怎么可能是个妖怪？红姑娘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连忙否认道：是或不是，让贫道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老道士意味深长地瞥了红姑娘一眼，便不再多言，当先一步走进红姑娘的屋内。余下众人面面相觑，突然听到屋内喵呜一声猫叫传来，然后纷纷赶忙涌入房内，都想看个明白。众人进到屋内，便看到老道士已然出手，正右手持一把桃木剑，站在窗前拦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狸花猫。而那狸花猫逃窜时，口中竟然还死死叼着一只巴掌大的红布娃娃，看那情形，似乎是想要夺窗而逃，却被老道士挡住了去路。老道士右手剑指狸花猫，左手快速从怀里掏出3张符箓，口中念念有词间，符箓化为金光，瞬间朝那狸花猫飞去，将其禁锢在原地。狸花猫似乎受到惊吓，张牙舞爪间喵呜喵呜惨叫之声不断。就在此时，红姑娘突然惊呼出声：不要啊，请道长饶她一命。只见红姑娘想要阻止老道士，却被身后管家出手拉住，正要劝说几句，哪知道红姑娘死命挣脱，径直扑向地上的狸花猫。让众人吃惊的是，她竟然捡起吊在一旁的红布娃娃，然后将其小心护在怀中，而后跪在地上，朝老道士求饶起来。除了老道士似有明悟，其余众人都是一脸懵地看向红姑娘。现场顿时一片安静，就连被困的狸花猫也停止了惨叫声，猫眼含泪，一脸依恋地看向红姑娘。
这是什么情况？张少爷最先忍不住开口问道。其他人也看向红姑娘，一脸的不解。红姑娘没有理会其余人，只是朝老道士求饶，开始解释起缘由。原来红姑娘从小身世凄惨，在她3岁时，父亲外出砍柴意外身亡，之后5岁那年，母亲又突然恶疾，不久病逝。在去世前，母亲将刚刚做好的一个红布娃娃送给了红姑娘，并嘱咐她去求大伯家收养。从此以后，红姑娘在大伯家生活，但并不受大伯家待见，因为人们都说是她克死了双亲。小小年纪的她，平日里孤独无助，只能抱着红布娃娃，就像对着母亲一般，诉说心中悲欢之事。久而久之，红姑娘便将这个红布娃娃当成了自己的母亲，依托着心中对母亲的依恋和思念。可好景不长，红姑娘14岁时，大伯赌博欠钱，将红姑娘偷偷抵债给了赌场。赌场老板见红姑娘生得漂亮，便转手卖给了青楼。青楼将她收下，大力培养。聪明伶俐的红姑娘也是争气，短短几年便将琴棋书画学了全，特别在琴艺上更是一绝，成了青楼的头牌。可青楼哪有卖身不卖艺的女子？即便是当了头牌花魁，给的价格足够高，也是要开门迎客。与普通青楼女唯一的不同，也就是可以自主选择客人罢了。红姑娘第一次开门接客，是一个有名的中年富商，给出了1000两的开包房价钱。接客当晚，坐在梳妆台前的红姑娘，看着手中从小陪伴自己的红布娃娃，轻声诉说自己的不幸。而这布娃娃，正是她被转卖时拼死留下来的唯一念想。如今也只有这红布娃娃，听她诉说着人生最后的道别。良久后，红姑娘拿出一把剪刀，便准备自杀，可不曾想，竟然有一股莫名之力，突然将她手中剪刀碰掉。接着红姑娘感到意识模糊，趴在梳妆台上昏迷过去。当晚，那名富商来到红姑娘房中，见到了坐在龟床上，一袭红衣红裙，打扮异常美艳的红姑娘。富商顿时色心大起，也顾不上吹灭蜡烛，直接将红姑娘扑倒在床上，开始翻云覆雨，颠鸾倒凤。整整1个晚上，富商神态疯狂，眼中迷离，似乎不知疲倦，直到力竭趴下不省人事。第2日一早，红姑娘醒来，感觉自身并无异样。后来看到富商赤身躺在床上，一副满足的表情。红姑娘不清楚昨晚发生了什么，但她明白，这是有人代替她做了那事。从此以后，每当迎来新客人时，她都会如此昏迷一晚。待到第2日晌午，客人们便扶着老妖，一瘸一拐满意而归。红姑娘起初不解，直到某晚梦中，见到一个红衣妇人，像极了她当年去世时的母亲。她便认为这是母亲附身在红布娃娃上，日日夜夜陪伴和保护着她。而这狸花猫，则是数年前红姑娘在湖畔游玩时所捡的一只幼猫，她带回青楼后养在身边陪伴自己。过了没多久，有一常客在青楼内喝酒闹事，想要红姑娘上门陪睡，声称红姑娘若不来，就要她好看。当时也没人相信这话，只当是那人酒后胡言，红姑娘也没当真。可那晚狸花猫叼着红布娃娃消失半夜后才回到在屋内。数日后，那常客便一反常态，不再对红姑娘咄咄逼人，只是有人传言说她似乎夜夜笙歌与人欢快，直至掏空了身子。如今虽有那色心，却已没了能力。红姑娘也发现了狸花猫和红布娃娃的诡异表现，可她始终认为是她母亲鬼魂附身，如今又借着狸花猫躯体去外面帮她解决麻烦，因此也就没那么害怕。就这样平安度日至今。良久后，众人才从红姑娘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原来妖怪是这红布娃娃。
竟然还是你娘鬼魂附身其上。书童第一个反应过来，说出了众人心中的话。张少爷却是一脸惨淡，不愿相信这样的结果，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是鬼呢？众人听完红姑娘的凄惨故事，皆是露出一脸同情之意，纷纷想要出声为其求情。可老道士突然呵斥道：红姑娘，你想错了，她不是你母亲的残魂附身，她只是以这红布娃娃为本体产生的精怪罢了。贫道以你所述身世判断，8成是你母亲去世前病榻上为你缝补这布娃娃时，不小心戳破了食指，心血沾染其上，再加上你母亲去世后，你每日与其相伴，对布娃娃倾诉心中悲喜，将思念母亲之意依托在这布娃娃身上，天长日久下，是你的念想促使它生成了意识，它就是一个精怪，一个由你的意念产生的精怪。由于精怪不能离开布娃娃本体太远，所以这梨花猫也只是碰巧被这精怪附身，叼着本体到处祸害那些青楼嫖客。说到这里，老道士似乎也有了感触，犹豫半晌道：待我仔细拷问一下这精怪，如果没有当场害人性命，倒是可以疏通一二。毕竟那些青楼嫖客也没几个心善之人。经过一番审讯后得知，这精怪意识单纯，目的只为保红姑娘免受人欺，于是利用精怪幻术，学那青楼艺妓色诱看上红姑娘的嫖客，趁机吸食人类精气3日，致使其房事无能，寿命减少数年，作恶也不算太大。最后老道士不想再多管这鸡毛闲事，甩了甩袖子便要转身离去。张少爷带着书童却跟上老道士，求教如何恢复身体。老道士瞥了一眼张少爷，不耐烦地说道：若不是你家祖上与我有些善缘，贫道才懒得多管你这小辈闲事。幸亏你小子还年轻，回家后若洁身自好，坚持禁欲5年，方可娶妻生子，此后切记不可再寻欢作乐，否则终身无后，悔之晚矣。老道士说完，又将书童拉到一边，交代了几句话，便转身潇洒离去。张少爷终于松了口气，第2日一早便带着书童赶往省城参加乡试。经过这一番折腾，张少爷的精神和体力早已大不如前，在连续几天的繁重考试中表现很差，甚至有半途睡着的情况，最终与举人榜单无缘。回家之后，张少爷倒是谨记老道士警言，不再贪恋女色，而是将心思放在了读书学问之上。他在家中苦学2年后，重新参加乡试后顺利中举，接着参加会试殿试，终于得了进士功名，圆了他老爹张员外的科举进士梦。而在张少爷回家苦读之前，书童张文进则是早已顺利考完乡试，中了举人功名。第2年他又接着参加会试和殿试，得了进士功名，入朝为官。书童张文进考中进士，在衣锦还乡时，再次路过那处湖畔繁华地，按照老道士的交代，去青楼给红姑娘赎了身，然后带她回到张少爷家，认了张员外当义父，成了张少爷的义姐。第2年，书童张文进再次来到张家，明媒正娶红姑娘为妻。张员外给义女赔了一份厚重的嫁妆，才算是完成了他年轻时立下的一桩誓言，照顾已故旧时的后人张文进成家立业。从此以后，张家员外夫妇安享晚年，张家有少爷和女婿当官庇护，后世子嗣延续很久。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